这样的宠物你想拥有吗？别看它其貌不扬，它可是刀枪不入的存在。自从男人拥有了它，一天之内杀了几万人。男人名叫小帅。这天他刚放学，发现一本笔记本，雨水却无法打湿。他好奇地带回家，打开笔记本，里面写道：在本子上写谁的名字，谁就会死。小帅根本不相信，可能只有猪才会相信吧。这时新闻里正播放一起杀人案，他随手就把犯人的名字写了上去。写完后他自己笑自己是猪，可第二天打开报纸，他惊呆了，那人竟然真的死了。他连忙冲回房间确认了一遍，确实是这个名字。但智力超群的小帅很快冷静了下来，因为这很有可能只是巧合。他决定要亲眼验证这个笔记本的力量。晚上，小帅带着笔记本跑到最凶残的恶霸面前，缓缓地掏出笔记本，用力地写下他的名字。笔记本使用规则：规则1，写名字的同时脑海里要想象对方的脸；规则2，可以写上具体的死亡时间和死因。如果只写名字，对方就会在30秒后心脏麻痹而死。就在这时，这个罪犯真的死了。回去的路上，一个怪物从天而降，真正的死神小黑登场了。他告诉小帅，只有拿到笔记的人才可以看见他。小帅已经成为了他的新主人。听到这里，小帅心中狂喜。从那天起，他每天都在本子上挥毫泼墨。全球的罪犯大量死亡，他渐渐觉得周围的人都是麻瓜，因为每天都有人在重复着低级的犯罪，而某些拥有保护伞的人，法律根本制裁不了。他深感这个世界正在腐败，而现在自己就是唯一能拯救世界的人。他要创造一个没有犯罪的新世界，然后成为新世界的神。小迷妹们甚至给这个正义使者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号，救世主基拉。谁能想到，这个基拉是全国第一的法学系学生，而且就站在他们身边。由于大量的犯人突然死亡，国际刑警组织盯上了基拉，不能让他胡乱屠杀，但他们却毫无头绪。上头得知此事，派出了他们的王牌侦探L，他很神秘，这次也只是通过电脑协助。局长很快的就开始了行动，要出现在全球直播电视台，说基拉是个幼稚的人，如果滥用私刑的话，文明社会将因此沦为野蛮世界。小帅看见电视里的L不屑一顾，很快电视上的他就因心脏麻痹而亡。这是真正的L才出现，原来刚刚只是死囚替身。L还告诉小帅已经锁定了他的位置，因为这并不是全球直播，只在日本关东地区而已，针对他的搜索范围会越来越小。节目的最后，当还向基拉发出了挑战宣言，我将在不久之后亲手将你送上死刑台，因为正义终将战胜邪恶。小帅感到非常愤怒，他认为自己才是正义。至此，两位天才开始正式交锋。L跟局长他们汇报他的调查进展，他把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合成一个表格，是课表。不愧是王牌侦探，确认基拉是个学生后，范围就缩小了很多。此时的小帅正跟家人吃饭，没想到局长竟是他父亲。他在饭桌上套出父亲就是查基拉的负责人。小帅偷偷地入侵了警方的资料库，发现警方正在对学生进行调查，于是他开始了反击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小帅用笔记预先设置好每个犯人的死亡时间，设定成每小时死一个，这样他就能一边上学一边杀人。警方也很快发现了这一点，但这还是被L看穿了。他认为刚刚才怀疑他是学生，他就马上改变了杀人规律，这就说明他对警察的情报了如指掌。换句话说，基拉很有可能就在我们自己人之中。没过多久，小帅发现不知道谁在跟着他。晚上他看着新闻里的逃犯，想到一个办法。第二天他带着女朋友坐公交，果然跟踪他的人也一起上了。昨晚新闻里报道的逃犯竟然上了同一辆公交车。他拿出枪要挟司机，要求拿1亿来赎人。这时小帅拿出一张纸条给女朋友看，字条里写着他会趁其不备制服歹徒。后面跟踪人也看到，叫他别乱来。但小帅说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可是警察的儿子。见小帅马上要动手，跟踪人马上拿出自己的证件，原来他是 FBI 的探员雷警官。忽然小帅的纸条掉落在车上，逃犯发现了异常，他过去捡起，看见字条的内容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怪物出现在逃犯面前，原来这张只是死亡笔记的纸片。逃犯惊恐开枪，但根本打不到死神，他慌忙地跑下车，不料刚下车就被撞死了。显然这一切都是小帅精心设计。他在笔记本上如实写道：逃犯3月29日死于车祸，他搭乘10点12分的巴士，持枪企图勒索巴士公司，途中看到了幻象，向幻象开枪，在逃出巴士时撞车身亡。这一局无疑是小帅的大获全胜，而可怜的雷探员还能否从小帅的手心里逃掉呢？雷警官隐约觉得自己被骗了，亲女友的时候都没了味道，可如果小帅真的是基拉，那自己为什么还没被杀呢？这当然是因为小帅觉得他还有利用价值，而小帅接下来的操作连死神都觉得太恐怖了。这天雷警官受命到地铁取一个文件袋，无线电里却传来变声器发出的声音：你好，我是基拉，接下来你最好按我说的做，不然我就把车上的人都杀了。下一秒旁边的人突然暴毙，雷警官慌了，他只好按照基拉的指示，拿出了一叠带有空格的纸张，把上司的名字写了上去。不一会，上司就将所有秘密调查基拉的 FBI 人员资料传到了他的电脑上，可雷警官来不及多想，就被基拉胁迫着把他们的名字通通抄了上去。到这里，雷警官的任务就全部完成了。原来这些空格纸都是从死神笔记撕下来的，上面已经写好了死亡时间和死因，就等着雷警官填上名字了。这样一来，小帅根本不用知道其他 FBI 的长相和名字，就可以把所有调查基拉的探员全部斩草除根。就这样，几十名探员无一幸免，连远在美国的长官也难逃一死。
这让整个日本警局都人心惶惶。原来追查基拉要搭上自己的命，而且有了基拉，犯罪率的确降低了很多。真的有必要再冒死查下去吗？一夜之间，整个警局的人几乎都跑光了，只剩下6人愿意跟 L 一起豁出性命继续追查基拉。其实 L 也一直在等着像他们这样值得他信赖的帮手出现。在一个酒店里，他们终于见到了这个传说中的 L。从现在开始，大家都要用假名，而且我敢肯定，基拉就在那些 FBI 所调查的对象当中。憨憨警察恍然大悟，这么一来，调查的范围已经非常小了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又反复观看所有 FBI 遇害时的监控录像，他终于发现了端倪。雷警官在死时拼命地指向电车，如果采用逆向思维，那么电车里的很有可能就是基拉。L 立刻下令集中调查雷警官所追查的对象，而这其中就包括了小帅和他的家人。放学回家的小帅即将大难临头，还好他马上发现了异常，因为他卡在门上的笔芯断了。而此时小帅的一举一动正被这群人死死盯住。等出来后，他终于回应了小黑，家里已经被人监控了，以后不要在屋里和我说话，也不能再吃苹果了。如果想吃苹果，就帮我找出监视器的位置。可就在他们的严密监控下，又有新的犯人死了。原来小帅早就有所准备，他提前写好了1周的死亡名单，就是为了避免突发状况的发生。局长松了一口气，可要却说你忘了他能控制死亡时间吗？如果基拉能杀死最新报道的罪犯，小帅才能彻底洗脱嫌疑。然而下一秒，正在直播报道的罪犯竟然真就死于心脏麻痹，而此时的小帅左手吃着薯片，右手写着作业，根本没有任何异常。难道自己的推理都错了吗？然而谁能想到，小帅用1包薯片就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睛。这一局无疑又是小帅的胜利。雷探员的女友联系上了 L， 小帅将面对的又是绝境中的绝境。就在他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，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，她正是雷的未婚妻，名字叫坚木。小帅很快发现，这个坚木的智商并不简单。雷死后，他就特别注意到了雷所追查的小帅，并且通过调查死亡巴士事件，得知小帅当时就在车上，甚至还推理出小帅可以用心脏麻痹以外的方法杀人。小帅开始慌了，这是连警方都没有掌握的事，不能再留着你了。他拿出死神笔记的纸，写下了坚木的名字，可是却什么也没发生。这次算是遇到对手了。另一边L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，是坚木打来的，说他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，也会让小帅露出马脚。第二天，坚木绑架了小帅的女友，威胁他把小帅约到美术馆。而这边的L正兴致勃勃地盯着美术馆的监控画面，小帅愣头愣脑的就被骗了过来，却不知道迎接他的是一个饱受丧夫之痛女人的绝死陷阱。坚木恶狠狠地说，如果你不想你的女孩死的话，你最好乖乖承认你犯下的罪，雷就是你杀死的，而你就是基拉，不承认是吧？那就让你也感受一下痛失所爱的感觉。小帅还在死鸭子嘴硬，而警察很快就要到，时间紧迫，坚木只能出绝招了。我叫南空直美，这是我的真名，想救你女友的话，就赶紧像你之前杀了雷一样也杀了我。原来让小帅在监控之下杀掉自己，这才是直美的计划。突然外面响起了警笛声，女友趁机冲了出去，可下一秒女友当场死亡，小帅哭得撕心裂肺。而坚木也没预料到这样的结果。警察赶来时，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。直美到死也想不到，自己明明已经把小帅逼上了绝路，却还是被他找到了漏洞。当直美说自己是雷的未婚妻时，小帅回想起了雷警官死时的那一幕。他找到了纸上的教堂，很容易就查到了直美的真名，因为没人会用假名举办婚礼。更恐怖的是，直美一系列的死前举动全部都是小帅提前编好的剧本。他在死神笔记上写报，南空直美死于自杀。他为了引出杀害老公的嫌犯，要挟其女友到美术馆，随后联络搜查总部要求监视人质，逃脱时试图阻止，后因精神崩溃开枪自杀。不过虽然除掉了对手，但女友的死还是给小帅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他孤独地坐在美术馆中央，是那么的伤心。小黑也觉得很难过，上前安慰他。可下一秒，小帅缓缓抬起了他那张被他深埋在黑暗里的脸，原来连女友也是小帅杀的。小黑震惊了，不光是因为小帅的演技，更因为这违背了死神笔记的规则。笔记是不能让一个人去杀另一个人的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小帅冷冷一笑，我在下一页写上了女友的名字。小美在美术馆被人挟持，警察到场时企图逃走，为了保护男友中枪身亡。从头到尾我都没有指明是直美杀了女友，所以是完全符合规则的。小黑傻了，我深爱的女友因为基拉的事件而死，我为了打倒基拉，就可以请父亲让我加入调查组，这样我就能见到他的真面目了。两个人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之人。很明显 L 已经破解了小帅用薯片伪装的手法，而小帅丝毫不慌，他知道 L 并没有证据指控自己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而与此同时，一个被歹徒追到绝路的女孩正在祈祷着她最崇拜的基拉大人出现。下一秒，变态当场心脏麻痹，而瓦力的死神笔记从天而降。